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在墨西哥家喻户晓，它写于1923年，是尤卡坦州时任州长 Felipe Carrillo Puerto 送给美国记者 Alma Reed 的情歌。在梅里达的最后一天，我想去梅里达公共墓园，看看这位传奇的美洲第一位社会主义州长被枪决的地方，以及他的长眠之地。后来成为他的未婚妻的 Alma Reed 同样安葬在那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是我来到梅里达之后的第3天，如果不算旅行日的话。早上呢，现在我马上就要去梅里达的公共墓园，也是它市区里面最大的一个墓园。现在已经坐上了去公共墓园的 Uber。今天的司机大哥也是一位本地的玛雅人。梅里达的公共墓园位于市区的南面，从市中心过来大概要15分钟左右吧。梅里达公共墓园创建于1821年，是当地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墓园。这里安葬着许多当地重要历史人物。不过，这座墓园最特殊的意义，或许仍在于这里是Felipe Carrillo Puerto被处决的地方，也是他如今的安息之所。Cementerio General 非常的安静，也几乎没什么人，我们就进去看看吧。每年亡灵节前后，这里还会举行盛大的亡灵游行，有机会真的很想来看一看。咦，这里好像有一座华人的坟墓啊，真的是华人的坟墓，中华公坟，民国34年，那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中国国民党的党徽。其实，华人来到梅里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期，华人一度成为梅里达首屈一指的少数族群。不过，当地华人后来大多再次迁移去了其他地方。现在梅里达市区内，华人曾经的生活痕迹已经很难寻到了。这座中华公坟真算得上是意外收获。这里就是 Felipe Carrillo Puerto 被枪决的地方了。这里有一座他的半身像，半身像下面写的据说是他的遗言 ：No abandones a mis indios， 别放弃我的印第安人。Felipe Carrillo Puerto 1874年生于尤卡坦莫图尔，据说是玛雅最后一位国王的后裔。他出身中产家庭，却立志让饱受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度压迫的玛雅人重新成为尤卡坦州的主人。1921年，他当选为尤卡坦州州长，并用玛雅语宣誓就职。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他主张推动土地改革，反对庄园主的土地垄断，推动教育平等和妇女参政。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他大刀阔斧地推动了一系列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也因此被称为拉丁美洲第一位社会主义州长。现在，尤卡坦州的最高学府尤卡坦自治大学也是在他的努力下成立的。与此同时，他还主张恢复和发扬玛雅传统文化，保护玛雅遗址。这些改革让长期被压迫的农民和玛雅原住民看到了实现社会正义的曙光，也因此有人称赞他是墨西哥的林肯。不过可惜的是，1923年底墨西哥爆发叛乱，他在叛乱中被捕，并很快遭到枪决。
de Felipe Carrillo Puerto, derrotado al fin por los hacendados。刚刚墓园这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面墙这里其实不是菲利佩被枪决的地方，但是原始的墙体只保留下来这一段。菲利佩的半身像后面一点，十字路口旁的这个黄色建筑物就是他的墓地。这里就是菲利佩的墓地了，黄色基座上那个白色的石棺就是菲利佩的墓。在尤卡坦当年的那场叛乱中，被抓捕和处决的不止菲利佩一人，还有他的3个弟弟，他最亲密的政治盟友曼努埃尔·贝尔松萨，以及他们的7位朋友。他们和菲利佩一起长眠在了这里。菲利佩的墓正对面，这棵大树下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墓 Alma Reed， 这就是菲利佩的美国未婚妻的墓。Alma Reed 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一位以揭露社会不公而闻名的记者。1923年2月，他随同美国考古调查团来到梅里达，为《纽约时报》报道玛雅遗址的考古进展，以及菲利佩在尤卡坦州的各项改革。在尤卡坦州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他和菲利佩迅速坠入爱河。也就在那个月，菲利佩委托他的朋友为阿尔玛创作了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情歌《La Pellegrina》，异乡姑娘。1923年底，Alma 决定和菲利佩永结连理，两人预定于1924年初在美国旧金山完婚。可就在这个档口，墨西哥爆发叛乱，两个人永久地失去了长相守的机会。在菲利佩遇难后，Alma 继续以记者和文化推动者的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上世纪50年代末，他重返墨西哥定居，直到1966年去世。我现在就准备慢慢走出墓园了。半年前第一次来梅里达的时候，我听说了菲利佩和 Alma 的故事，但那次时间实在太紧张，没有机会来这里看看。这次总算是完成了心愿。接下去我就要离开梅里达，去赫赫有名的玛雅遗址乌斯马尔，然后接着再继续南下去坎佩切古城。